王兄，我这么做也是身不由己。我外卖箱呢？这是哪儿？我竟穿越成大楚的纨绔皇长孙，父亲还是当朝太子，欲行废长立幼，扶持二弟上位。废物纨绔，也敢和我争嫡夺位！王兄，这是二弟的未婚妻柳如烟，受二弟杨白指使勾引我，好狠的手段！父王母亲，你们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杨峰他欺人太甚！我去你的！柳如烟，你可是我弟弟的未婚妻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？今天孤非要斩了这个逆子不可！那纨绔好色放荡，快些走，别让如烟吃了大亏。如烟自视甚高，岂会委身于那个废物纨绔？他好狂野，我从小众星捧月，从未有男人如此对我，我好喜欢。不对，玻璃肥皂青霉素，水泥钢铁马铃薯，唐诗宋词显才气，身怀一计必逆袭。现代知识傍身，我在古代还不是横着走，怕个嘚儿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好帅的男人，这才是我柳如烟的梦中情郎。你们在干什么？逆子，你竟敢欺辱百儿的未婚妻！早跟你们说快些来，这该如何是好？太子殿下，莫要责怪风皇兄，他没有欺辱如烟。如烟，你是不是被他威胁了？你说出来，父王一定会为你做主。哎，没完了是吧？演戏还上瘾了？别说我没有把他怎么样，就算发生了什么，那也是你们故意陷害。就是故意陷害，你们还有理了？柳如烟，你到底站哪一边的？如烟，你是我的未婚妻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？什么未婚妻？杨白，我根本就不喜欢你，我喜欢的是风皇兄。从今以后，我要誓死追随风皇兄。杨白那种没有担当的废物，怎么能跟风皇兄比？什么意思？刚才被我踹了一脚，非但不生气，还对我唯命是从，他不会有受虐倾向吧？来吧，不要因为我是一朵江花而怜惜我！啊，玩这么大！什么？追随他？一定是你，是你蛊惑威胁了如烟。这逆子平日虽纨绔放荡，却不敢如此放肆。今日这是怎么了？老子堂堂一个穿越者，还能被你们给欺负了？哎呀，你蛊惑如烟就罢了，还敢打我！我不会，我不活了！逆子，你可知你方才所言是在藐视皇权？这可是死罪！杨峰，我必将此事告知皇爷爷，我要让你死，让你死！别说是太子、郡王、天王，老子都不行！还敢威胁老子？老子先弄死你！老子先弄死你！左右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，送入宗人府审判。去你大爷的审判！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人能审判我，老天爷也不行。完了，完了！殿下将你养大，还特意请旨将京都第一美女司徒倩许配给你，对你何等疼爱，你竟然如此忤逆！疼爱？大楚律令，太子太孙妃子不可为残忍。可那司徒倩是个瞎子，一旦成婚，我便无缘皇太孙之位。这个废物纨绔竟然还懂得律令了，怎么回事？如此大逆不道，还想做太子继承大统？呵呵，痴人说梦！作为皇长孙，这皇位大统，我未必就不能与爹爹争上一争。杨峰这个胸无大志的纨绔，怎会有如此雄心壮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父子夺嫡还是第一次听说，现在就把他乱刀砍死，姑看你还怎么躲！是。妈呀，还真的！别动手，有话好好说。这个逼装大了，这太子老儿也太疯了，竟然要直接砍死我！圣旨到，儿臣接旨。闭跪了，
陛下急召太子和2位皇孙速去御花园。那北莽使团与我朝才子文斗已连胜10局了，大楚若是再输下去，非但颜面无存，还要割让兖州给北莽啊！兖州乃大楚唯一的养马地，若是输掉，大楚便再无骑兵。太子殿下，您是最有文采的，陛下就指望您能扭转局面了。逆子，今日算你走运，待处理完北莽使臣，再跟你算账。算账，怕是你没这个机会了。文斗，可是我们穿越者的主场。皇帝陛下，大楚连败18人，若没有才子上场，这第1局可就算我北莽胜了。谁能出战，赢下此局，赏千金，封万户侯。我大楚人才济济，难道连个能吟诗作对的人都没有吗？太子觐见，汉壮王觐见，皇长孙觐见。你怎么来了？完事去花楼。原主的铁杆裤小弟，镇北侯之子王腾，怪不得一见面就异口同声，可恶的肌肉记忆。皇爷爷看到我脸上的伤了，我得好好参他一本。白儿，为何脸颊带伤，衣衫不整？回皇爷爷，杨峰妄图霸占我的未婚妻柳如烟，被我发现之后还想杀我。强占地袭，杀人灭口！天哪，风哥哥，你竟做出如此大逆不道、丧尽天良之事，实在是太刺激了，小弟佩服。闭嘴吧你！逆子，再敢胡说，老子让你知道什么叫父爱如山！老夫当初怎么就选了杨峰这么个下流纨绔做女婿？造孽造孽呀！没想到大楚还有此等奇闻，真是令我等大开眼界啊！是他们设计陷害，若非我心智坚定，言辞拒绝，定会酿成大祸。皇爷爷，我才是受害者啊！杨峰，你纨绔放荡，世人皆知，还敢信口雌黄，说我们陷害你，简直是无稽之谈！混账东西，大楚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父皇，今日以闻会友，大楚被北莽连败18人，这逆子还敢闹出这天大的笑话，丢尽大楚颜面，请父皇严惩。请陛下严惩！今日若不杀你，朕威严何在？孽障，你可还有话说？有，皇爷爷，大丈夫行事，应该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这孩子怎么能念出如此佳句？皇爷爷，我愿意为大楚迎战北莽。若是赢了，皇爷爷能否恕我无罪？一个只会玩女人的纨绔也敢迎战？一个只会玩女人的纨绔也敢迎战？这逆子不学无术，必死无疑。你肚子里有几两墨水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莫要丢人现眼！你凭什么迎战？凭你放荡纨绔，不学无术吗？凭什么不能？峰哥刚说了，他要为天下百姓掏心掏肺，还要玩命，说的多好啊！那叫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造孽呀！疼啊！咱不会说话，可以不说的。乖，吃苹果啊！孽子，你能少给为父丢点脸吗？够了，杨峰，你最好现在就滚，否则朕必斩你！父皇息怒，当下无人应战，不如给他个机会。如果他能赢下比试，便饶他死罪。表面是为杨峰争取机会，实则是要送他上断头台。大楚太子心机很深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朕便给他这个机会。这老邓终于同意了。你过来呀！一介纨绔还敢如此嚣张，等着割地赔款、称臣纳贡吧。好啊，可大楚若是赢了，北莽非但要割地赔款、称臣纳贡，你还要嫁给我。你荒唐，荒唐！难怪这逆子会着急跳出来，原来是看上了北莽公主。哼，峰哥，这女人傲高的很，还会武功，你可别娶个悍妇回去。什么悍妇？这叫霸道女总裁，你懂不懂？狂妄！
竟然敢觊觎北莽公主！你若能赢下比试，我阿依娜即便为你提笔研墨，为奴为婢又如何？不愧是草原明珠，还挺横。这位便是方才连挑大楚18名才子的杜平，杜先生。陛下请出题，我定要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不学无术的纨绔。那便以酒为题，杨峰此战若败，朕必杀之。以酒为题，有了，纨绔，你且听好。我不听，拙劣之作，没必要丢人现眼。我已经有一首旷世佳作，你且听好就行。风哥哥霸气！杜先生才华横溢，你一介纨绔，竟然说他拙劣，岂不可笑？杜平连挑18名大楚才子，这纨绔怎敢这么说？三字经都背不全的废物，姑看你如何应对。是天高地厚的废物纨绔，就你还能做出旷世佳作，你吹什么牛呢？诸位，可听过诗仙大名？诸位，可听过诗仙大名？什么狗屁诗仙，从未听过，更未见过。巧了，你马上就能见到了。听你的意思，这位诗仙莫非就是你？不错，在下正是大楚的诗仙。笑什么笑？告诉你们，峰哥曾一首诗惊艳整个青楼，诗仙之名，实至名归。哦，我以前还当真写过诗。当然，我读给你听啊。1滴2滴3、4滴5滴6滴7、8滴，窗外小雨淅沥沥，河里蛤蟆叫唧唧。天老爷，你赶紧把这2个纨绔劈死吧！大楚的脸彻底没了。咋的了？你们笑什么摇什么头？难道这首诗写的不好吗？这对仗多工整啊，还诗情画意的，多好的诗啊！快闭嘴吧，这根本不是我写的，分明是你写的。好兄弟，君子不夺人之美，是你写的，就是你写的。大爷的，我真想锤死你！不愧是惊艳整个青楼的大楚诗仙，还真是实至名归啊！如果这就是大楚诗仙的大作，那在下甘拜下风。你得意什么？刚才那个不算。哦，难道大楚诗仙还有大作？赶紧诵读出来，让我们开开眼啊！那你可要睁大你的狗眼，竖起你的狗耳朵，好好听清楚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黄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这首诗，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不成雪。这是什么诗？简直狗屁不通！闭嘴！这是七言歌行，好诗啊！诗有所谓大开大合者，此诗开局气势磅礴，可谓大开，定是绝世佳作。现在知道好了，哼！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他不是个废物纨绔吗？怎么会？好一个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，单此一句就能称得上旷世佳作，好诗，好诗啊！钟鼓馔玉不足贵，但愿长醉不复醒。可恶，这怎么可能？这逆子什么时候学会作诗的？还做得如此之好。杜先生，你没事吧？这不可能，他一个纨绔，这不可能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隐者留其名。五花马，千金裘，呼儿将出换美酒。与尔同销万古愁。
旷世佳作！诗仙在上，受杜平一拜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一个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好一个与尔同销万古愁。风儿大才，朕心甚慰，朕心甚慰啊！哈哈哈哈！这纨绔竟然真的做出了一首旷世佳作，此诗一出，定能流芳千古。这纨绔怎么如此陌生？风哥哥，我就知道你行！哈哈，大楚诗仙这名头足够我们在青楼白嫖3年。还有这好事儿？当然，青楼女子最喜欢我们这种风流才子，看谁以后还敢说我们哥俩是纨绔，是废物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好贤婿，果然是才华无双。这不对啊！之前杨峰不学无术，怎突然做出如此好的诗？不会是买的吧？我就这么一说，对，这纨绔胸无笔墨，这首绝世佳作肯定是买的。放肆！朕现场出题，风儿现场作诗，岂能是买的？某些人怕是输不起啊。北莽岂会输不起？只是怕人滥竽充众罢了。纨绔，你但凡能再做出一首佳作，杜某立刻认输。一首哪够？我再送你2首。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好诗，好诗啊！胡桃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？杜先生，你这是作甚？我杜平自诩诗才横溢，今日得见诗仙，方知自己是井底之蛙。学生愿追随先生左右，做一个研墨书童，求先生成全。哈哈，这老小子竟然给我风哥哥跪下了！可恶，这可是连挑大楚18名才子之人啊！今日倒是让这纨绔出尽了风头。没想到堂堂北莽才子，连朕这纨绔孙子都比不过。哈哈哈！好贤婿，好贤婿啊！之前还嚷嚷着退婚呢，这会儿有好贤婿了。不过这他娘的也确实解气。请皇昭孙成全。你让我成全我就成全啊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北莽奸细？请皇爷爷决断。难得风儿能为社稷考虑，真是长大了，想留便留下吧。谢陛下天恩。无时无刻不在父皇面前表现自己，这逆子还真是不一样了。看来这第一局终归是我大楚胜了。阿依娜，接下来你们想比什么？对对子。不能再让杨峰出风头了。百儿，这次你来。皇爷爷，孙儿愿应战北莽。你，父皇，百儿这也是想为大楚出一份力。出力不过是看我赢了一局，想跳出来摘桃子。罢了，等杨柏这废物吃瘪，我再出手也不迟。请赐教。此乃天下第一对，陈安陈先生。天下第一对，竟是天下第一对！国子监门帘见是此人所作，传闻他屡试不第，不想投靠北莽。何止啊！听说他曾经还把人对到吐血呢。对到吐血？真的假的？我骗他的。啊！你怎么可以骗他？明明不是吐血，是吐血而亡才对呀！父王，我闭嘴！他们吓唬你的，赶快上！请赐教。赐教，教可教非常教。教你金龙所雏鸟，焉知塞外有苍鹰？
苍鹰，苍鹰，苍鹰，我看你是笼中雏鸟，妄作苍鹰，嫩羽难担社稷忧。你张口结舌，片语难言，可见腹中草莽，胸无点墨。我，声声慌乱，句句胆寒，原是深宫雏儿，绣花枕头不堪言。你放肆！是我放肆，我笑你半句难成对。你猖狂！骂我猖狂，我怜你无才，空作王。对不起，我受过专业训练，一般不会笑，除非忍不住。闭嘴！不准笑！不准笑！废！这就是大楚皇孙，看来也不怎么样。废物，还不滚一边去！废物，姑的脸都让你丢尽了。唉，好贤婿挣回来的脸面，又让他丢尽了。是啊，早知道让杨峰上了。大楚皇帝陛下，这局该是我们北莽赢了吧？慢着，刚才只是中场休息，让那个废物上场逗大家开心一下，怎么能作数呢？你说谁是废物？风哥哥，你怎么了？一听到那个废物的声音，我就头疼。刚想到的千古绝对，立马就忘了。如果能堵上他的嘴，说不定还能想起来。来人，杨白的嘴堵上！这狗东西，一说要收拾杨白，跑得比我还快啊！不准拿下来，否则就是抗旨。一清静下来，千古绝对果然想起来了。什么千古绝对？我们已经赢了。公主勿忧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千古绝对。等我对出下联，看大楚还如何耍赖。天下第一对，对遍天下无敌手，我看你怎么输！就怕你对不出来，耍赖啊！听好了，烟锁池塘柳。烟锁池塘柳，美女敬我酒，这有啥难的？混账东西，还美女敬你酒，你懂个屁啊！上联蕴含金木水火土五行，限制极大，确实难对啊。暗合五行的字本就不多，要贴合意境更难如登天。说句千古绝对不为过。这逆子是怎么想到的？峰哥，这么牛的对联，你怎么想出来的？网友告诉我的。网友很厉害吗？当然，他们美貌与智慧并重，是英雄与侠义的化身。喂，天下第一对，你对出来没有？不对，平仄不对，五行对不上，意境也不符。此联须以山水对之。尘埃，赶紧对啊！嘿，他急了。这个废物竟然对不出来！不行，还是不行！为什么还是不行？不就对个对字吗？至于吗？告诉我下联，求你了，不然我会死的。那好吧，下联是就不告诉你。你敢耍我？陈先生，你怎么了？就不告诉你！竟然被逼傻了！风哥哥牛逼！是网友牛逼。
竟然用一个上联逼疯了天下第一对！不愧是我的好贤婿呀！看到没？这就是我兄弟大楚诗仙。可恶！谁让你拿下来的？陛下，杨白抗旨不遵。3局2胜，阿依娜，看来此次文会胜负已分呐。不行，难道你想不认账？北莽向来一诺千金，我们可以认输，但3局必须比完，第3局必须要和你比。为什么必须是我？我有自己的骨气，我不想一辈子被人踩在脚下。我要争一口气，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，我是要告诉我失去的尊严一定要拿回来。激情澎湃的，你以为你小马哥附体呢？喂，都是自己人，何必要争个你死我活呢？谁和你是自人？之前说好的，大楚要是赢了，你要嫁给我的。好啊，只要你第3局赢了我，我就嫁给你。如果3局全胜，老皇帝必定欣喜若狂，夺嫡第一步才能迈得更稳。好，比什么？就比算学。原来是比数学啊！看我这个酒漏鱼如何碾压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行，风哥哥，你用诗算正，算学你是真不行啊！不行，风哥哥，你用诗算正，算学你是真不行啊！诗算正，什么病？就是认不清数字啊！峰哥，你夜里失眠数羊，数到第7只就全乱了，最后越数越精神，还说是羊故意跟你作对，难道你忘了？我有那么蠢吗？还好啦，后来你包下了青楼所有头牌，专门在睡前给你数羊，这样就睡得着了。那我还是有些小聪明的。峰哥哥，凭你诗天名头，咱们白嫖3年青楼不是问题。诗算正要是传出去，只能白嫖1年了。我求你了，千万别比呀！传闻皇长孙有诗算正，原来是真的。还想与本宫夺嫡，逆子！你觉得父皇会把皇位传给一个数都数不清的废物吗？原来你有诗算正，看来此局我北莽必胜。就算有诗算正，赢你也不在话下。别废话，赶紧出题吧。听好了，今有鸡兔同笼，上有35头，下有94足。问鸡兔各有多少？鸡有4只颈，兔有2个头，这也太难了。此题十分高深，就算是我也要演算1个时辰。杨峰不是被逼疯了吧？好题，只要此局输了，皇位就彻底与你无缘了。笑什么笑？我看你是答不出来了。皇帝陛下，此局是北莽赢。慢着，谁说我答不出来？那你倒是说啊，鸡有多少只？兔又有几何？听好了，鸡23只，兔12只。兔又有几何？听好了，鸡23只，兔12只。你竟然答出来了！哈哈哈哈哈！看来风儿是答对了，不愧是朕的好圣孙，果然全才。太好了，风哥哥没有诗算正，这下白嫖青楼5年不是问题啊！看把你高兴的，还真是白嫖使人快乐啊！到之前的纨绔模样全都是装的。可恶，孤被这逆子给骗了！怎么会这样？阿依娜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不对，这道题他肯定是在古籍上看到过，把答案背了下来。错，大错特错！我这种大纨绔从来都不看书。你们可恶！我不服！不服？好，这次换我出题。如果你能答对，便算你赢，如何？我自幼熟读9章算术，精通各种算术，定能反败为胜。好。那你听好了，树上7个猴，地上1个猴，一共几个猴？这也太简单了，一共8个。错，是2个。不对啊，明明是8个，难道峰哥的失算症又犯了？太好了！天助我也！如今他犯了失算症，再也无缘皇位了。大好局势葬送了。我赢了。没听到我说你错了吗？
两个，到底是谁错了？你听错了，我说的是树上骑了一个猴，地上一个猴，不是两个，是几个？你听错了，我说的是树上骑了一个猴，地上一个猴。哈哈，确实是两个，确实是两个。哈哈哈哈！可恶，我们都被这逆子耍了。这根本就不是算术，你在耍赖，这局不算。好，那就来算数题。话说树上7个猴，地上1个猴，一共几个猴？你以为我还会上你的当吗？是2个。错，应该是8个。胡说！你刚才明明说过答案是2个，为什么这次又变成8个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树上7个猴，地上1个猴，不是8个吗？你没说清楚，你耍赖！大姐，你开什么玩笑？刚才明明是你要求我出算术题的，你选的嘛。你耍我，这次依旧不算。好吧，我再给你最后一道题，你要是答错就认输，如何？好。树上7只鸟，如果骑着1只那就是2只，如果是7只鸟那就是8只。哟呵，你都会抢答了。如何？这次总没错吧？这次是没错，不过我没问这个。你不问这个为什么？树上7只鸟，我弯弓搭箭，嗖，射死1只。问，还剩几只？这次是7只鸟，还是骑了1只鸟？废话，你见什么鸟能骑在树上？当然是7只。6只。错，是0只。0只？不可能！怎么不可能？树上7只鸟，射死1只，其他的鸟不都飞走了吗？不是0只是几只？其他的鸟不都飞走了吗？不是0只是几只？哈哈哈哈！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确实是0只，确实是0只。哈哈哈！不愧是我的好贤婿，竟然把北莽玩弄于股掌之中，这也太好玩了！峰哥，这也是网友教的吗？一个姓赵的大叔教的，回头介绍给你认识。好嘞！3局全胜，怎么可能？这纨绔什么时候有这种脑子了？阿依娜，你可还有话说？杨峰，此仇不报非君子，我们走着瞧。慢着，阿依娜，你是不是忘了我们的赌约了？来人，把赌约文书呈上来。公主，请吧。杨峰，你欺负人！哭也算时间。北莽劫掠大楚几十年，割地赔款，称臣纳贡，还是第一次啊！老夫打了一辈子仗，第一次这么解气，还不是我疯哥们的功劳。慢着，杨峰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公主殿下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你把自己也输给我了？杨峰，本公主确实很中意你，不过想要娶我，你必须要打到北莽王庭。好啊，最多3年，我一定过去。你可要为我守身如玉。3年太久了，回去我就率兵打到大楚京都，把你抢走。凤儿，今日你大破北莽，想要什么赏赐，尽管说，朕无有不允。柳如烟作为百帝的未婚妻，却放浪形骸，不守妇德，百帝不管不顾，实在是有损皇家颜面，请皇爷爷准许我教导其读书施礼。什么？杨峰，我的未婚妻，何时轮到你来教导了？凤儿，莫要放肆！他怎么可以这样啊？这不合礼数啊！这小子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？我看他就是故意恶心太子一家的。凤儿，你当真想要教导柳如烟？当然，只要能给好弟弟一家添堵，什么都能干。胡闹！男女授受不亲，你怎么可以胡说八道？
此事休要再提。散了，散了。恭送陛下。风儿，你以后可要慎言，凡事三思而后行，万不可如此莽撞了。就凭你还想和我斗，痴心妄想！皇爷爷最疼的是谁？是我，因为我才是最有才华的。圣旨到，传陛下口谕，即日起准许皇长孙杨峰教导柳如烟读书识礼。皇爷爷果然是最疼你，哈哈哈哈哈！李公公，这当真是皇爷爷的旨意？哎呦，老奴岂敢假传圣旨？皇上孙，陛下还说让您以后多关心朝政。是，有劳公公。夺嫡第一步，完美收官。老奴告退。父王，皇爷爷岂会如此说？闭嘴，走。拜拜。勾栏听曲。父王，如烟是我王妃，这事儿您不能不管。闭嘴，蠢货！今日你但凡能赢上一局，古有岂会如此被动？殿下，百儿说父皇呵斥了杨峰，肯定是对他心生不满，您不必过于担忧。哼，妇人之见，父皇若是对他不满，又岂会专门下一道圣旨，将柳如烟赐予他？所以要把如烟抢过来啊！蠢货！姑说的是这个吗？那是什么？父皇一开始不答应，是不想让我们阻拦，其实心中早就答应了。什么？皇爷爷生气是装的？更重要的是，父皇还说让他多关心朝政。这逆子已经进入父皇视野，迈出了夺嫡的第一步。户部尚书司徒南是他未来岳丈，镇北侯之子王腾和那逆子相交莫逆，殿下不可不防啊！放心，吾已有计策，就从司徒南下手。殿下不可不防啊！放心，吾已有计策。风皇兄，你还真打算教我读书啊？这些圣人经典，我一看就犯困。就是。峰哥，咱还是去勾栏听曲吧。圣人之言，博大精深。你觉得没意思，那是你没有理解其中深意。狗屁的博大精深！你说说，这朝问道夕死可以是什么意思？早上摸清仇家地址，晚上就可以让对方归西。原来圣人是这个意思，风皇兄解读的太透彻了。那既来之，则安之呢？既然有恶人主动上门招惹，那就就地安葬，彻底了结祸根。精辟，太精辟了。那君子不重则不威呢？君子下手若是不够凶狠利落，不够果决，旁人就不会敬畏你，忌惮你。那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呢？若是三人联手来犯，战力堪比一师，不可轻敌，必须沉稳破局。那子不语怪力乱神呢？圣人不屑与愚昧之人废话争辩，直接动用蛮力出手，把对方打得神志不清，俯首认错。皇兄之博学，如烟佩服的五体投地。从今日起，我一定好好跟你学习。如此曲解圣人之言，简直是荒谬至极！如烟，你可千万别听他的歪理邪说，杨峰心术不正，迟早把你教坏。胡说！皇兄所言句句在理，何来歪理闲说？依我看，你们才是心术不正的坏人。如烟，如今坏人上门寻信，我们该如何应对？既来之，则安之。
放肆！你要做什么？当然是安葬你们这些坏人。如烟，你是不是被鬼上身了？竟敢持刀行凶！如烟，记住圣贤教诲，子不与怪力乱神。圣人懒得与愚昧之人废话讲道理，直接动用蛮力，将人打得神志不清，俯首认错。杨峰，都是你搞的鬼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诸卿无本可奏的话，今日小朝会就散了吧。父皇，儿臣得到密报，国库亏空500万两，请父皇明察。陛下，此事乃前任户部尚书所为，与臣无关啊！司徒南，你身为户部尚书，竟敢说跟你没关系？整我岳父，这是冲我来的。知情不报，亦是重罪。来人，把司徒南打入死牢。慢着，在将我岳父打入死牢之前，我想找人要一笔账。我在洪秀报欠了1万多两，请父王和汉郡王还一下。你做下错事，却让我们负责，岂不荒唐？你们作为我的亲人，尚且不为我做的错事负责，我岳父前任犯下的错，你们却让我岳父负责，岂不是更荒唐？对，凭什么？想要逃避罪责，可以，除非把这500万两亏空补上。区500万两，1个月内我一定补上。君无戏言，你若补不上，又当如何？补不上，我就去净室房淹了自己，以后再也不碰柳如烟。皇长孙，您可是龙孙，使不得！如何使不得？就这么办！放肆！国家大事，岂能如此儿戏？请皇爷爷成全。太子党势大，也许可借风儿压制一番。好，500万两若补不上，你就去净室房吧。散朝。好贤婿，你一定要帮我呀！岳父大人安心在牢里待着，你怎么进去，我就让你怎么出来。出来，我看你还是等着进净室房吧。老鸨子，把你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给我叫上来。好嘞！峰哥，你岳父都要被砍了，你还有心思逛青楼，真是泰山崩于前而不改色。有些人逛青楼是为了花钱，我是为了赚钱。公子，这他妈什么歪瓜裂枣？当小爷没钱是吧？换一批！公子大气，滚下去！叫青鸾他们几个头牌过来！废物纨绔，只知道花钱，如何在1个月凑齐500万两？如烟，等他成了太监，你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。两位公子可还满意？满意，相当满意。好是好，可白瞎了。王干娘，你想不想赚钱？想不想赚大钱？我都开青楼了，不为赚钱，还能为什么？好，有骨气。想要赚钱，你得学会包装，你得知道什么新潮。包装？新潮？就是打造人设，引领潮流。黑丝白丝豹纹热舞，全是勾人的顶流节目。什么花篮玉佩、烟花马车，能刷的礼物全给我安排上。谁打赏夺魁，立刻让美女举牌环游全场。再雇一帮捧场的，张口就是老铁牛逼666，倍儿有面。周围坐的不是侯爷就是富商，你要只扔几两银子都不好意思拿账。你们说这样的场子，听1000两银子起，别嫌贵，还不打折。什么叫青楼版女团直播间？就是礼物只刷最贵的，不刷最对的。怎么样？干不干？干！好，王干娘，我们3期分账，从今天起封闭训练，7日后开张。这是青鸾姑娘，她穿的什么衣服？怎么从未见过？好高人的舞姿，这也是我等能看的吗？跳得好，赏1辆马车。
感谢风公子送来的价值1000两的马车。恭喜风公子成为青鸾姑娘的榜一大哥！风公子牛逼！666！诸位，承让，承让。风哥哥，爱你哦！还能送礼物，这牌面拉满了啊，太值了！本公子送一个烟花，本公子送3辆马车。感谢王公子送来的烟花，感谢李公子送来的3辆马车，感谢风哥儿，成了，成了！能不成吗？现代的直播形式，到古代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啊！算好了，杨公子，这10日我们一共赚了300多万两。什么？这么多？那可不，现在整个京城的富家公子都挤破头想来洪秀争做榜一大哥呢。是啊，杨公子这法子简直绝了！公子打赏的30万两如数奉还，剩下的91分成，公子270万两，洪秀昭30万两。10天赚270万两，还剩下13天，500万两不是问题。不是说37分的吗？若是没有公子，我们哪能赚这么多？一成我就知足了。懂事，懂事。一成我就知足了。感谢风公子送来的10辆马车。风哥哥，爱你哦！又是当榜一大哥的一天。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枯燥且乏味。风公子牛逼666！这实力，这牌面拉满了！姥姥不疼，舅舅不爱的废物纨绔，一个月才20两的月钱，你装什么大头蒜？哼，有本事就把榜一大哥给抢了。就是，没实力就别瞎逼逼。谁说我没实力？我送20辆马车。感谢百公子送来的20辆马车。慢着，我送30辆。感谢风公子送来的30。慢着，我送40辆。我送50辆。我送60辆。我送，没钱了。钱庄的王掌柜呢？我要借10万两。9出13归，请公子按时还钱。我送100辆马车。百公子，您还送吗？我送你娘！9出13归，杨峰，10几万两，我看你怎么还！是啊，怎么还？还个屁！王掌柜是我安排的人。峰哥，你可太坏了！可惜了，只炸了他10几万两。峰哥，你可太坏了！可惜了。混账！你当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不成？百儿，你父王让你去监视那个纨绔，你怎么能打赏一个歌姬10几万两？母妃，那纨绔在青楼装腔作势，我实在看不惯，这才杨峰也打赏了20多万两呢。你还敢说？你跟那纨绔比什么比？他花的钱是要救司徒南的。殿下，如果他把钱花光，你说
妙哉，妙哉！皇儿，今晚再去一趟洪秀昭，不但要让他把钱花光，最好负债累累。不错，届时再去父皇那里告他一状，他就死定了。可是我没钱了。放心，孤可以给你500万两。500万，殿下，咱们最多只能拿200万两。哼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没钱孤可以找钱庄借，只要赢了，别说500万两，天下都是孤的。父王放心，孩儿一定把这500万全花掉。好，好。感谢风公子送来10辆马车，成为榜一大哥。谢阳，本公子送20辆。峰哥，冤种大哥贝奇，那什么弹？子弹。对，备齐子弹了。你笑什么笑？今晚的榜一大哥定是本公子。好啊，那就比一比，我送5套豪宅。什么？朕让他筹钱，他竟在青楼挥金如土。父皇息怒，你让朕如何不怒？摆驾洪秀昭，朕要亲手把这纨绔抓回来。5套豪宅，天啊！哇！感谢风哥哥送来的5套豪宅，爱你爱你爱你啊！感谢风公子。慢着，什么豪宅？本公子怎么没听说过？连豪宅都没听说，你跟我比什么比呀？就是土鳖一个。百公子，豪宅是比马车高一级的，打赏礼物价值10000两。我送10套豪宅。我送20套。我送40套。60套。80套。100套。120套。220套。我送300套。300万两，疯了吧！百公子，您只剩250万两，不够啊！没钱你充什么大头蒜啊？就是，赶紧滚吧！我的府邸价值50万两。感谢百公子送来的300套豪宅。天哪，300套豪宅！我送301套。你怎么还有钱？怎么，没钱了？不如把你爹的府邸也押上了，那可值不少钱。你……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又借钱了？皇上驾到！皇爷爷来了！你借这么多钱，你死定了！谁死还不一定。你借这么多钱，你死定了！谁死还不一定。闲杂人等退下，违令者斩！你果然在这儿。太子说你整日在青楼吃喝玩乐，是也不是？是啊。你整日在青楼挥金如土，是也不是？是啊。这皇长孙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风哥哥怎么了？闭嘴！杨峰，1月之期马上就到，你到底有没有关心过国库补缴之事？有啊。放肆！你挥金如土，出手就是100万两，筹集的钱款恐怕早就被你挥霍光了吧？喂，你不知道不要胡说啊！皇爷爷，我可以作证，光是今晚杨峰就花了700万两，这些钱都是从钱庄借的。700万两！好，好，好，钱没凑到也就罢了，倒欠700万两，
来人，把杨峰给我推出去砍了！皇爷爷，别杀我，钱真的已经凑齐了。逆子，你还敢嘴硬？现在知道贵了，晚了。凑齐了，你挥金如土，如何凑的钱？皇爷爷莫要动怒，您先坐下，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朕不用你扶。这老登脾气还挺暴。来人，给我皇爷爷展示一段攒劲的节目。什么攒劲的节目？青楼歌姬俗不可耐，朕最讨厌的就是这些。这怎么可能？父皇厌恶奢靡喜乐，连后宫都不设乐师舞姬，你竟然要用这种东西讨好他？杨峰啊杨峰，这回你算是撞在皇爷爷禁忌之上了，你等死吧！这舞蹈当真是让人耳目一新呐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这父皇竟乐在其中。好，本侯赏银100两。感谢镇北侯送来的10个花篮，成为榜一大哥。榜一大哥就是魁小的意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有意思，朕赏银1000两。感谢陛下送来的1辆马车，成为榜一大哥。父皇，别忘了咱们是来干嘛的。啊，差点忘了。退下！来人，把这逆子给我拖出去砍了！那逆儿呢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陛下，这是峰哥特地给您准备的节目。什么节目？乌杂招不知所谓。来人，把那逆子给我拖下来！慢着，就算要砍了他，也不急于一时。朕倒想看看他又为朕准备了什么节目。开始吧。禀陛下，小人本是皇家嫡长孙，也是太子娘早亡，身世多凄凉。自幼冷饭配冷眼，打骂是平常。人人当我是废物，逼我装荒唐。后娘陪侍入东宫，心肠似虎狼。生下弟弟名杨柏，一心把我伤。才装作纨绔样，苟活在宫墙。谁知那百贼子毒计肚中藏，先派美人来勾引，想把我名望丧。见我不上他的当，转头害我岳丈。捏造罪证，栽赃害狱，置人于网，只为夺我皇长孙，把我往死里掐。忍辱负重藏锋芒，暗把自强练。此仇此恨记心上，定要把公道扬。不斩奸邪心不甘，不雪冤仇不还乡。峰哥哥太惨了！父王，风儿，你真是太惨了。皇爷爷，你先别急着哭。我问你，这节目攒不攒劲儿？攒劲，太攒劲了！如果洪秀照都是这种攒劲的节目，你说能不能赚到钱？能是能，但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皇爷爷，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知识产权？什么知识产权？从未听过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编排节目，找人演出，赚的钱我们91分。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反正你就是没有赚到钱。看来跟你这种废物是解释不清了。王干娘，来了，杨公子，这是你所有的分成，一共1000万两。他得的分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回殿下，
这是知识产权入伙的分账。说白了，只要有人在这里消费，利润都要分给风公子90%。那我……对，就是能这么快凑齐500万两亏空，说到底还是要感谢好弟弟你啊！你……原来这洪秀昭就是这逆子的产业，可恶！姑居然被这逆子耍了！哎呀，好弟弟，怎么吐血了？你没事吧？我牙龈出血，不行啊！脸都被打肿了，还硬撑呢。峰哥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王掌柜，出来收账了。这不是借给我钱的钱庄老板吗？殿下，这300万两该还了。可恶，连这钱庄掌柜都是这逆子的人，千万不能让父皇知道我借钱，不然就完了。放肆！姑什么时候借你的钱了？肯定是杨柏这逆子冒充姑借的。父王，这明明是你！闭嘴！该闭嘴的是你。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父皇，和我争抢榜一大哥，他以为能拖死我，没想到峰哥就是个托呀！这堆蠢货原来是想坑害杨峰，没想到偷鸡不成蚀把米。郝大孙真是聪明，这俩家伙就是欠收拾。大楚的赋税每年也就5、6千万两，一个月就赚了1/5的赋税啊！皇长孙大才啊！确实不错。既如此，凤儿，你速速补齐500两的国库亏空，余下的500万两自己拿去花。皇爷爷，什么500万两？这1000万两不都该交给国库吗？为何要把1000万两都交给国库？这可不是小数目。皇爷爷为国操劳，日夜不歇，孙儿心疼得很啊。别的帮不上，能为您分点忧，心里才踏实。哈哈哈哈！好大孙，不愧是朕的好大孙呐！这逆子什么时候这么会拍马屁了？凤儿放心，回去朕就拟旨释放司徒南，官复原职，以后你每日上朝共商国事吧。什么？太好了，终于能合理合法的上朝了，夺嫡之路迈出第2步。父皇，您曾定下规矩，皇孙要读书，不能参与国事，金口玉言，岂能轻易改动？怎么，朕定下的规矩，朕不能改吗？需要你来指手画脚？儿臣不敢。哼，300万两你都敢借，你还有什么不敢的？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还不赶紧滚回去，想办法还钱！风哥哥牛逼！就凭你们这些小趴菜，还敢跟我斗，老子玩死你们！风儿，近前说话。今天的节目实在是太攒劲儿了，下次青鸾孤将再演出，爷爷也要当一次榜一大哥，到时候你可别和爷爷争。皇爷爷放心，谁敢和你争，我就把他拉入黑名单，以后都不准踏入洪秀照半步。好大孙，懂事，摆驾回宫。共商国事，从今日起，我也算是登堂入室了。杨峰竟然敢戏耍姑，逆子！逆子！殿下，江南道水患，临安府恶殍遍野，盗匪横行。殿下何不上书，让杨峰那逆子去赈灾？哼，让他去赈灾，若是成了，那就是大功一件，这岂不是白送功劳给他？殿下，现在国库空虚，刚刚缴入国库的银两全都充作军粮了，朝廷能拿得出赈灾粮吗？有道理，他若赈灾不成，肯定是死路一条。有赈灾粮他也赈不明白，他就是个废物。柏儿，你外祖父是临安最大的粮商，你去哄抬粮价赚些银子，还能弥补家里的亏空。母妃好计策，不过我此行不但要赚钱，还要挑动灾民哗变，到时候皇爷爷震怒，他就是死路一条。此计甚妙。听闻临安地界最大的山匪是二虎山彪哥，届时你可与他联系，让他假扮灾民，一击杀之。公子，
公子，公子，小美人儿，再喝一个。风公子，现在京城地界所有的青楼都已经加盟我们了，这是今天的收益，453万两。光京城一天就能赚这么多。风哥哥，要是把这一套推到整个大楚，咱不彻底发了呀！唉，我是没机会了。皇爷已经派人催了我很多次，让我上朝。两位小宝贝，以后就没时间陪你们了。风哥哥，我替你陪他们。滚犊子！风公子这么厉害，以后说不定能做摄政王呢。是啊，到时候可别忘了奴家。摄政王算什么？做人要有梦想。我以后可是要做太子、做皇帝的。风哥，不是说太子的正妻不能有残疾吗？那司徒倩……我去，差点把这事儿给忘了。我得赶紧去司徒家退婚。我和你一起去，到时候保证他乖乖退婚。就是一个瞎子，哪能配得上风公子？没想到司徒倩还会武功，传闻他是黑龙卫一员，可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啊！怕个鸟，老子还是皇孙呢。司徒倩，我要和你退婚。什么？退婚？好谦虚！你风流倜傥，才华无双，又把我从天牢里救出来，我真的舍不得，能不能不退婚？老邓，其实我没你想的那么好。我不喜欢刷牙，不喜欢洗澡，还特别花心，天天逛青楼。你看，这俩就是我从青楼带过来的。无妨，谦虚。其实我也经常去。实不相瞒，其实我身患重病，是个将死之人，实在是不想耽误贵府千金啊。为了退婚，风哥哥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无妨，此丹药能起死回生，你吃上一颗，保证你药到病除，生龙活虎。老邓，看来是没得谈了。你这是干嘛？退就退，一个纨绔，你以为本小姐真愿意嫁给你吗？还敢拔剑？你个小丫头，天天舞刀弄剑，谁敢要你？就是，万一家庭暴力，我不得天天挨揍？这种霸王龙绝对不能要。满京城都知道你是瞎子，你怎么配得上风公子？谁说我是瞎子？我只是眼睛有颜色而已。这也太漂亮了。不是瞎子又如何？这婚必须退。就是一个异瞳怪物，怎么能配得上风公子？放肆！谁说我要退婚了？为什么不退？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岂能不从？爱妃，这些人蓄意挑拨，妄图破坏我们的感情，必须远离。我们走。风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不愧是我的爱妃，连踢人都这么有劲儿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近日江南道水患，临安府饿殍遍野，粮价飙升，盗匪横行，请陛下赈灾。父皇，风儿才思敏捷，不如派他去赈灾。这老邓第一天上朝就给我挖坑。陛下，大楚战事连连，如今国库空虚，要粮没粮，要钱没钱，如何赈灾？陛下，临安府匪患严重，皇长孙去了，万一被山匪砍死，该如何是好？太子啊，风儿怎么说也是你的儿子，你怎么如此阴险，非要置他于死地？孙儿愿为皇爷爷分忧。风儿，你当真愿意？此行极其危险，而且朕可没有赈灾粮给你。皇爷爷放心，孙儿不用赈灾粮。胡闹，风儿，此事和你在青楼赚钱不同，赈灾颇为复杂，要难上100倍。皇爷爷放心，此行如果不能赈济灾民，孙儿甘愿退出朝堂。罢了，让他尝试一番也未尝不可。若是不成，大不了朕届时派兵接管。好，朕封你为钦差大臣，半月之内若能赈灾，准你和太子共理国政。孙儿领旨。
共理国政，这逆子怕是没机会了。逆子敢夸下如此海口，你就等着死吧！不就是当地粮商囤积居奇，不愿意低价售粮吗？到时候我抬高粮价，吸引外地粮商入城，再关闭城门，粮价必然血崩。这套路，短剧里我都看100遍了。哟，峰哥，没想到你给我准备了一辆这么豪华的马车。谁说是给你准备的？不是给我准备的，还能是给谁准备的？当然是给我的爱妃准备的。爱妃，请上车。峰哥，司徒姑娘怎么也来了？赈灾，这可是大事，皇爷爷肯定要派人跟着。既然爱妃是黑龙卫，不如让她来，刚好培养培养感情嘛。还是峰哥哥高明。哎，你干嘛呢？你上那一辆。峰哥哥，你没搞错吧？你坐这么好的马车，让我坐驴车？国库空虚，皇爷爷就给了这1辆驴车。这辆豪华马车是我自己买的，凭什么让你坐？要是让你这个电灯泡坐进去，我还怎么和爱妃卿卿我我？要粮没粮，要车没车，沿路还都是山匪，这哪是去赈灾，分明是去送命！我不去了。洪秀昭，白嫖3年、5年、10年，不能再多了。峰哥，谁让你是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呢？今天小弟就舍命陪君子，陪你走一遭。操，给多了。竟至如此，这还是临安吗？关老爷，再这么下去，临安城恐怕要易子而食了。官府为什么还不放粮？以前我们这儿可是最大的产粮地，现在受灾了，朝廷不管我们了吗？反正都是死，我们去找知府，再不放粮，我们就和他同归于尽。风哥哥，不太妙啊！去知府衙门。裴老爷子，你们可是临安最大的4家粮商，只要你们肯带头把粮价降一降，这几10万百姓就能活命。王大人，我们搞这些粮食也不容易。去年大丰收，粮食没人买，全发霉了，我们亏得精光，这价儿怎么降啊？难道你们就忍心看着百姓饿死？王大人，我们是生意人，在商言商，他们死不死跟我们有何关系？是啊，去年我们亏钱的时候，也没见他们帮我们呢。你们，本官借你们的粮行了吧？等赈灾粮下来，本官还给你们。王大人，不是我们不愿意借，我们也是借钱囤的粮，就等着卖粮还钱呢，等不起赈灾粮啊。囤积居集，眼睁睁看着百姓饿死，尔等还有良心吗？哪来的黄毛丫头，不在家绣花，跑来这里撒野？放肆！敢对我爱妃如此说话，信不信我砍了你？你又是何人？此乃皇长孙杨峰，奉旨钦差前来赈灾。临安知府王清参见钦差大人。草民见过钦差大人。早听我外孙百儿说，他那个废物哥哥会来赈灾，原来是真的。好啊！果然来了，就是这些粮商提高粮价，让我们吃不上饭的，乡亲们，杀了他们！这群刁民！反了！反了！来人，给我打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光天化日之下，这群灾民竟敢当着官府的面行凶杀人！王大人，还不把他们抓起来砍了？这些灾民也是被逼无奈，怎能随意打杀？灾民怎么了？
灾民就可以无法无天行凶杀人吗？灾民不能杀，难道我们这些粮商就该被活活打死吗？王大人，既然你不愿主持公道，那我们只有自己动手了，把这个带头的给我打死！快拦住他们！大人，我们3天没吃饭了，实在没力气。住手！不想死，就给我滚一边去！乡亲们，在下皇长孙杨峰奉陛下旨意前来赈灾。想必皇长孙这次过来，一定带着赈灾粮吧？放心，多的是，就在后面。太好了，我们不用饿死了！皇长孙，您就是救灾得活菩萨呀！谢皇长孙！乡亲们，若是信得过我，就先回去，我保证可以让你们吃上好饭。皇长孙说的话，我们信。乡亲们，我们走。长孙殿下，您刚才说的赈灾粮，想必是假的吧？不错，朝廷确实没有派发赈灾粮。都饿死这么多人了，怎么朝廷1粒粮也没有？没粮你来有什么用？山人自演妙计，不知皇少孙有何妙计？涨价。什么？涨价？山人自演妙计，不知皇少孙有何妙计？不知皇少孙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初到贵地带，我囊中羞涩，逛个勾廊都没钱。只要你们献上10万两，这粮价你们想怎么涨就怎么涨。杨峰，你既然勾结粮商，用涨价做条件中饱私囊，你就不怕我将此事上报陛下吗？报，你随便报。你以为你是黑龙卫，我就怕你啊？我就不信皇爷爷还能杀了我。你，皇长孙，万不可如此啊！粮价再涨，灾民就真活不下去了。闭嘴！老子现在可是钦差，多说一句，老子砍了你！哎，风哥哥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诸位，抓住这波机会，你们一辈子荣华富贵就都有了。10万两，值得很。早听闻杨峰就是个留恋青楼的废物纨绔，如今看来果然不假。既然皇长孙需要钱，我等自然不会吝啬。但您是不是给我留个字据？我们也算是奉命涨价。好说，我都准备好了。为了搞钱去青楼，竟然提前准备了字据，好一个纨绔！哈哈哈哈！10万两啊，好啊！10万两算什么？皇上孙，等赚到钱，我们2姨贴作5，您至少还能再分100万两。100万两，那我以后直接住在青楼都不用出来了。风哥哥，这不太好吧？那些灾民多可怜啊！可怜？青楼的小姐姐为了生存，卖唱陪笑，岂不是更可怜？难道你就不想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吗？皇长孙大义，我们一定好好涨价，不枉您一片苦心。勒索粮商，蓄意抬价，若是让皇爷爷看到这个字据，杨峰就死定了。把消息散播出去，就说涨价是杨峰的主意，一定要激起民愤，让灾民哗变，把矛头对准杨峰。这些灾民最多暴揍那纨绔一顿，杀皇孙，他们恐怕没那个胆子啊！我已经见过二虎山彪哥了，等到灾民哗变，他会乔装成灾民，杀了杨峰。借刀杀人，殿下此计甚妙。字据加上山匪，双管齐下，杨峰这次已必死无疑。杀了杨峰，借刀杀人，殿下此计甚妙。字据加上山匪，双管齐下。这怎么涨到150文一斗了？你们还有没有良心？150文怎么了？就这还要限量供应呢？告诉你，这是新任钦差皇长孙杨峰的命令，有意见找他去。没想到皇长孙比这些人的心还要黑，再让我见到他，非杀了他不可。150文一斗，这狗皇村是要彻底要了我们的命啊！等到灾民哗变，我们就找机会弄死杨峰。汉郡王就能帮咱们洗白了。没想到粮价直接涨到150文一斗，不枉我从外地运粮过来。新到的大米只要160文一斗，新到的大米170文一斗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170文，你们这些粮商就不能便宜点吗？
我家里老小都快饿死了。你们饿死关我们什么事儿？没钱就别想吃粮，老子只认银子，不认人命。就是，这可是皇长孙杨峰下的命令，粮价上不封顶。粮价飞涨，外地粮商也来分一杯羹，没人管百姓死活。这样下去，恐怕灾民会哗变啊！司徒小姐怎么办啊？我已传信回京，陛下自有决断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老八，机会来了，记住，能动手尽量别吵吵。整日在青楼鬼混，这纨绔根本不是来赈灾的，他是来赚黑心钱，来享受的。杨峰，他就是杨峰！乡亲们，杀了他！让你祸害灾民，今天让你好好吃点苦。不好，这两个人不是灾民。不好，这两个人不是灾民。西北玄天一片云，乌鸦落在凤凰区。他就是杨峰，给我打！再敢上前，这婆娘好凶，快跑！满堂皆是英雄汉，谁是君来谁是臣？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们啊？殿下，彪哥和老八已经招了，是汉郡王杨柏派来杀您的。果然是杨柏，先别杀彪哥，等回京之后，我把他们交给陛下。回京，你没有机会了。你置临安城几十万百姓于不顾，今天我就在此杀了你！别，我没有不管啊，我保证明天粮价就能降到20文一斗。你到底想怎么做？从明天起，开仓赈灾，免费发粮。殿下，粮库只剩下不到1万斗粮食，坚持不了1天啊！那不是还有外地粮商吗？看到我们放粮，他们肯定着急，届时恐慌抛售，价格会立刻雪崩。要是他们跑了呢？你派人守着城门，谁敢跑，就地砍了。可是殿下，我们终究是没有粮食啊！好说，腾儿，明日你带人到城外，用粮袋装上沙土，伪装成赈灾粮运进城。妙啊！外地粮商看到源源不断的赈灾粮，并会恐慌抛售，届时4大粮商就会血本无归，灾情自解。此等阴险的计策，是一个纨绔能想出来的。殿下，我替临安城数10万灾民给您磕头了。勒索粮商，蓄意抬高粮价，中饱私囊，杨峰此举罪无可恕，请父皇即刻下旨严惩。请陛下诛杀此吏。这小子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半月之期未到，你们着什么急？陛下，皇长孙行事向来不遵常理，老朽愿为其作保。若是半月内不能赈灾，老夫同罪论处。好，朕就等到约定期限。届时若还是如此，别怪朕不留情面。这小子不知道到底在干什么吗？朕得亲自去看看。这就是那逆子朕的灾，请父皇诛杀逆子。风儿终究是年轻啊！官府赈灾，免费发粮！官府赈灾，免费发粮，速速领取！朝廷放粮了，放粮了！乡亲们，领粮了！给我一斗！别急，先让我。别急，后续还有10万斤赈灾粮运达，每个人都有。朝廷竟然赈灾了，还免费发粮，我们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拉回老家还能少赔点。先抬高粮价，引来外地粮商，再开仓放粮，引发价格雪崩。妙啊！没想到皇长孙竟能想出此等计策，果然不凡。父皇，
大楚向来买卖自由，风儿如此做派，岂不是寒了天下商人的心？是商人的心重要，还是百姓的命重要？非常时期，非常手段。可是父皇，可是什么？你有本事不花1分钱赈济灾民吗？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行你上啊！陛下，万一外地粮商将粮食拉回去，那怎么办？对呀，外地粮商若是拉走粮食，那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逆子，我看你如何应对。你之前杀过人吗？前2天不差点杀了你？那就是没杀过。今天我让他沾沾血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在下杨峰，奉旨赈灾。从即日起，1粒粮食也不准出明安城，谁敢强闯，就地格杀。买卖自由，这是王法，信不信我敲灯文鼓告御状？这纨绔竟然敢杀人！诸位外地来的粮商，走你们是走不了的。当然，你们的粮食也可以不卖，届时发霉坏掉，与我无关。90文，我卖70文，50文，我卖50文，我卖20文一斗。我买到了，我买到了，我婆娘和女儿不用饿死了。唉，终于搞定了。运筹帷幄，杀伐果断，此等大才，竟然伪装成一个纨绔，他到底怎么想的？雷霆手段，菩萨心肠，不愧是朕的好大孙！可恶，这逆子竟敢杀人！粮价暴跌，4大粮商会血本无归，他们恐怕不会善罢甘休啊！4大粮商家丁上千，如果铁了心闹事，皇长孙恐怕会死路一条。今日这茶格外香啊！老爷，不好了，朝廷赈灾粮到了，官府放粮，免费领取，还封了城门，不准外地粮商离开。如今粮价暴跌到了，只剩20文一斗了。不好，我们上当了，价格雪崩，此役不但要赈灾，还要我们的命啊！这是把我们当狗耍！老子囤了3年粮，一夜之间全砸手里了，必须讨个说法。今天他不给个交代，老子绝对饶不了他！诸位，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叫上府上所有的家丁去府衙。今日不给个说法，我们就玉石俱焚！陛下，他们可能会对皇长孙不利。传朕旨意，命黑龙卫暗中设伏，谁敢对朕的好大孙不利，即刻诛杀。是。殿下，您拯救了临安城几10万百姓，下官敬您一杯。小意思，小意思，这种套路我在短剧里看过。
你们来干什么？当然问你讨一个说法。说法？什么说法？小子，事到如今还装什么糊涂？你要是不把梁价提上去，我就把这字据上交给陛下，到时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这不过是我为抑制梁价略施小计罢了。你觉得皇爷爷会信？你收了我们10万两，还立了字据，这都是证据。你说是计谋，陛下可未必会这么认为。你当皇爷爷是傻子啊？告诉你，皇爷聪明着呢。还是我好大孙了解朕。杨峰，你当真一条活路都不给吗？去你的！老登，我给你面子叫你一声祖姓裴老爷子，不给你面子，你连条狗都不如。好，既如此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，给我弄死他！杨峰是奉旨钦差，你们敢动他，不怕诛九族吗？我们马上就家破人亡了。天高皇帝远，就说是灾民杀的，朝廷能奈我何？好一个天高皇帝远，小小梁商竟如此嚣张！父皇，梁商赔钱，乃是儿臣越账，儿臣去劝劝，或可解决问题。不准去！朕倒要看看这群梁商有多大的狗胆！不但为祸梁商，还要谋害钦差。既如此，本钦差今日就替天行道，剿灭反贼。杀我？小子，你知道我背后之人是谁吗？我给你10个胆子，你也不敢。你竟然真敢杀我！本钦差背后乃是临安城数10万灾民，乃是大楚亿万百姓，杀你有何不敢？父皇，这逆子竟敢胡乱杀人！哼，什么叫胡乱杀人？此僚囤积居袭，祸乱灾民，还意图谋害朕的好大孙。就算风儿不杀他，朕也要诛他9族。太子殿下，莫不是因为赔钱是你的岳丈，就想包庇他吧？杨峰还是你儿子呢，你该不会觉得岳丈比亲儿子更亲吧？亲儿子，姑恨不得这逆子千刀万剐。你竟然把裴老爷子给杀了！杀伐果断，风哥哥牛逼啊！不是要弄死老子吗？来啊！杀得好，霸气侧漏，不愧是我的好大孙，和朕当年比起来，也不遑多让啊！孙儿见过皇爷爷。参见陛下。都起来吧。好，此行赈灾你做得极好，手段狠，心肠软，有朕当年的风范。皇爷爷过奖了。囤积居奇，意图谋害钦差，将这些人打入死牢，秋后问斩。陛下饶命，我们也受人指使啊！苍梅院和盘托出，将功赎罪，是汉郡王杨柏，是他让我们涨价的。他就在裴府，陛下明察。胡说八道！你竟敢诬陷皇孙！黑龙卫听令，即刻赶往裴府，把杨柏抓来。是。杨柏哄抬梁价，可是你指使的？皇爷爷冤枉，孙儿从未做过此事。父皇，救我！父皇，柏儿绝不会做这种事，一定是有人诬陷他。哄抬梁价的事暂且不提，那杨柏派人刺杀我，又如何说？我没有，这是诬陷！我和峰哥在街上差点被砍死。
你敢说那2个山贼不是你派来的？真当我没有证据？王知府，把人带上来。带上来！汉郡王，是您让草民假扮灾民刺杀皇长孙的。您说过事成之后帮我们洗白。草民可以作证。杨白，你还有何话说？带回京城，交由宗人府审判。风儿，此行辛苦，回京之后，朕必有重赏。皇长孙，没有您，我们都要饿死。您就是我们临安城的青天大老爷，我们没有什么能报答的，这是我们赶制出来的万民伞，求您收下。风哥哥，这万民伞我先替你收下。假的，肯定是这逆子花钱找人送的。朕登基几10年都没有得到过万民伞，这小子倒是比朕强。乡亲们，赶紧起来！皇长孙，我们之前不明您的苦心，还想杀了您，求您恕罪。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，这点不算什么。你们真正该感谢的是陛下。陛下，不错。皇爷爷听说临安百姓受灾，整日惦记你，吃不下睡不着。临行之前，特意嘱托我，一定要让大家吃上饱饭。乡亲们，陛下没有忘记我们，没有忘记我们呀！陛下可是天子啊，没想到会来看我们这些灾民，我们死都值啊！父老乡亲们，是朕无能，导致大楚连年战争，国库空虚，这才让你们受苦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陛下，这次多亏了皇长孙，您一定要重重赏他呀！老丈说的对，朕听你的。风儿，回京之后，朕准你与太子共理国政。是。不愧是我风哥，牛！夺嫡之路，迈出第3步。一个逆子，废物，纨绔，他凭什么？为啥是共理啊？直接让皇长孙做太子不就行了？群屁民，你们懂什么？饭要一口吃，不然容易撑着。殿下，白儿可是您亲儿子，你一定要救救白儿。你让姑怎么救？要不是你出的那馊主意，能出这么大篓子吗？你红莲，将此信交给北莽左贤王霍尔纳西。大楚盔甲兵刃破旧，只要把5万套重甲和钢刀送给北莽，换北莽南下，定能取杨峰性命。大楚内斗，太子竟然要让我们替他除掉皇长孙杨峰，会不会有什么阴谋？王，草原战马远胜大楚，勇士也比大楚那些娘娘仓勇猛，可为何一直灭不掉大楚？因为盔甲和兵刃。不错，如今大楚太子送来了5万套盔甲和钢刀，北莽再无短板，所以不管他有什么阴谋，我们都能碾碎他们。王，那个杨峰很狡猾，不好对付。区一个纨绔，只会些耍弄人的小伎俩，他会带兵打仗吗？王，臣请出兵。左贤王听令，率5万大军南下。是。阿依娜，你做监军，一同前往。北莽大军南下，连破8城，半月即到云州。云州若破，京城岌岌可危。诸位爱卿，可有计策？陛下，臣请战。镇北侯，你今年旧伤在身，不能再战了。太子可有应对之策？儿臣以为风儿或可胜任。陛下，北莽不知从哪里搞来了重甲，弓弩都难以射穿，我们的兵刃破旧生锈，难伤敌军分毫。皇长孙如何抵挡？他们的兵刃也换了新，削铁如泥，我们的盔甲挡不住啊！王如山都在他手上吃过亏，风儿没带过兵，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？太子这是想让风儿死啊！
黄爷爷，孙儿愿意带兵应战。重甲钢刀，回头我就把红衣大炮搞出来，管你什么王八绿豆，通通炸死！这是带兵打仗，动辄死人，远非赈灾能比，莫要胡闹。孙儿只想为国分忧，请黄爷爷成全。好吧，朕命你为前锋将军，统领黑龙卫。黑龙卫那可是父皇的亲卫啊，竟然交给了这逆子！另外，朕亲率10万大军，御驾亲征，给你压阵。陛下三思，陛下万金之躯，岂称亲临前线？难道朕还怕了左贤王不成？此事就这么定了，大军10日后出发。限你们3日之内把这东西造出来，不然死。黑火药成了！嘿，成了，成了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么大动静，肯定会被人发现，先把大炮藏起来。要是让太子看到，暗中使坏就麻烦了。皇上驾到！太子驾到！见过皇爷爷，见过陛下。怎么搞成这样？父皇，杨峰沉迷奇技淫巧，引来天神怒火。方才那一声巨响，定是天罚。这蠢货竟然认为是天罚，我还以为要露馅了呢。什么天神怒火，无稽之谈！风儿搞出这么大动静，肯定是研究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。父皇，这是不祥之兆，必须严惩此2人。皇爷爷，孙儿不该沉浸奇技淫卯，甘愿受罚。您打孙儿板子吧。罢了，把你打了，谁做朕的前锋？你们2个也别在京城待了，赶紧给我滚去云州！孙儿领旨。出发！大楚的重甲和钢刀果然好用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不出半月，云州必复。援兵呢？为何援兵还不到？将军，皇长孙杨峰率军到了。云州指挥使禽兽见过皇上孙。跟北莽说，明日本将军要和他们谈谈。谈什么？让你去，你就去。哟，草原明珠，你也在啊？这位想必就是霍尔纳西王叔了吧？久仰久仰。王叔，你攀什么亲戚？谁是你王叔？阿依娜之前出使大楚，把自己输给了我，我娶了阿依娜，你不就是我王叔吗？废物纨绔，以为和本王攀亲戚，本王就会退兵吗？可笑！少废话，小子，这次大楚不献上几10万两白银，我们是不会退兵的。退什么兵啊？我把这云州城献给你们，以后就当自己家呗。他肯定有阴谋，王叔不要上当。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任何阴谋诡计都是徒劳。更何况区区一个纨绔，除了认怂，还能如何？你当真愿意献城？当然，不过你得把阿依娜给我。做梦！哼，阿依娜是草原明珠，不可能给你。换一个条件。不行，我就要她！
不然这城我就不献了。那我只有攻城了。你该见过我的钢刀有多锋利，重甲有多坚韧，勇士有多勇猛。别，有话好好说嘛。这样吧，你给我3天时间，我把城中百姓迁徙走，到时候再献上云州所有金银珠宝，你们入主云州，如何？这还差不多。但你得给我写一份盟书，保证此生不再侵犯大楚。好。多谢王叔，告辞。王叔，你真打算就此止步？笑话！等在云州休整一阵，就继续南下。这次，本王要灭了大楚。风哥哥，谈得如何？谈妥了，我献上云州城，他们保证永不侵犯。献城？你身为皇长孙，竟敢不战而降！我杀了你！将军息怒！敢刺杀本将军，来人，卸去禽兽指挥使官印，打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卖国贼！卖国贼！传令下去，全城百姓立刻迁徙至定州城，3日之内，云州城必须空无一人。杨峰，你个卖国贼，老子做鬼也不放过你！峰哥，整个云州城都铺满了黑火药，尹先按照你的吩咐，全埋了暗线。霍尔纳西只要敢拿着金元宝，引线就会点燃，届时整个云州城轰！我铺的炸药至少能炸死他们3万人！哈哈哈哈！不战而降，还献上城池，杨峰，这是通敌叛国，罪该万死！陛下，皇长孙行事必有深入，且容他解释。陛下，带兵打仗不能光看一时得失，献城就是卖国，能有什么深意？请陛下诛杀杨峰，以正国法。风儿啊，风儿，你这么做，让皇爷爷怎么保你？我献城是为了请君入瓮，将整个北莽大军一锅端，你们懂个锤子！军中无戏言，你若办不到，可是死罪。行，办不到你就把我杀了，行了吧？逆子，等死吧！这是峰哥发明的千里眼，你们且看着吧。千里镜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皇爷爷，这叫千里镜，您凑近看，能看到云州城内。这竟能看得如此清楚！神物，简直是神物啊！就算发明了千里镜又如何？城池照样丢了，早晚是个死。北莽进城了！北莽大军进城了！阿依娜，看到没？那纨绔就是被吓破了胆，才献上了城池。哈哈哈哈哈！报！禀霍尔内西，知府大院里发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。这小子竟然真留下了金银财宝！哈哈哈！走去看看。北莽已经进城了，这就是你说的请君入瓮？我看是引狼入室才对。你慌个毛啊！唧唧歪歪，烦死了。这么大的金元宝，传说中原物产丰富，黄金铺地，难不成是真的？当然，听说皇帝的尿壶都是金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勇士们，看到没有？只要拿下大楚，你们将有取之不尽的金子，还有享用不尽的大楚女人。到时候我也弄一个金尿壶。哈哈哈哈哈！一个算什么？到时候一人给你们打造一个。这金元宝有古怪，不要动！能有什么问题？这不没事吗？
公主，你是不是被那纨绔吓破胆子了？天雷，是天雷！天降神雷，死伤无数，果然是一锅端。说不定连霍尔纳西都被神雷劈死了。皇长孙竟然能召唤神雷，难不成是天神下凡？神雷，这怎么可能？风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皇爷爷，只是些小手段罢了。怎么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定是长生天降下天罚了。什么天罚？我们上了杨峰的当了，这是他布的陷阱。算计老子，收拢残部，要血洗定州城。现在该撤退，兵力折损过半，士气已散，打不了攻城战。大楚的杂碎就在定州，难道要我看着他跑掉？你一意孤行，王一定会降罪于你。就算事后杀了我，阿依娜，我也要捉住杨峰那个杂碎。此战北莽死伤3万，战马损失过半，大捷啊，全是那神雷的功劳。应该是我和峰哥的功劳才对。若不是皇长孙研究出神雷，大楚岂能有此等大捷？我等敬皇长孙一杯。这逆子又让他出了风头。陛下，霍尔纳斯集结2万残部，兵临城下，准备攻城。逆子，准备好承受左贤王的怒火吧。杨峰小儿，赶紧出来受死，否则本王定杀入城内，扑灭满城，一个不留！敢威胁我好大孙！王如山，出兵迎战，砍下霍尔纳西的狗头！陛下，现在应以守城为先。父皇，若非杨峰激怒北莽，何至如此？这下可好，北莽要与我大楚不死不休了。北莽年年劫掠，边境百姓死伤无数，早已是我大楚的死敌。父王，难道你还想和他称兄道弟不成？放肆！杨峰，这可都是你惹下的祸事，你解决不了也就罢了，还敢往姑身上泼脏水！谁说我解决不了？王腾，把红衣大炮给我拉上来。是，风哥哥。风儿，这是……皇爷爷，此乃红衣大炮，可引动天雷，灭杀北莽。这铁疙瘩真能引动神雷？肯定能。哼，一堆破铜烂铁，竟然敢说能引动天雷，简直是无稽之谈。那就睁大你的眼睛，看清楚。放！关住！不要乱！王叔，势不可为，快走！不行，我霍尔纳西是北莽最强的勇士，我不能走！撤退！撤退！好啊！哈哈哈哈！有这等神器，把北莽全都杀光都不是问题！哈哈哈！这铁家伙比10万大军还管用！皇长孙大才，大楚之星。这逆子竟然能造出这等神器，完了，彻底完了！风儿，霍尔内西要跑！镇北侯率骑兵追击残敌。得令。腾儿，带上黑龙卫，
随我追击阿依娜和霍尔纳西。得嘞！杀！将军，冲啊！黑龙卫，随我一起擒住左贤王霍尔纳西！操！这骑马太难受了，大腿都磨烂了。你们先去追，别让霍尔纳西跑了。是。屁股都割成两半了。走，找个地方歇歇脚。阿依娜，我不该不听你的劝告，否则不会吃这么大的亏。此次损兵5万，都是精锐，至少5年才能缓过来。不过王叔活着就好，不然北莽的半边天就塌了。不错，本王还没死，只要休养生息，重整旗鼓，定能再杀回去。杀回去，怕是没有那个机会了。他们好像就2个人。哈哈哈哈哈！2个人就敢来找本王，简直是不知死活。杨峰是大楚皇帝最珍视的皇孙，抓了他就能逼大楚割地赔款。就凭你们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短铳，此物能引动天雷，一枪就能要你们的命。对，你们最好束手就擒，不然几枪下去，你们可就没命了。你以为拿一根烧火棍就能吓唬我们？别人怕你的天雷，本王可不怕。本王早已练就金刚不坏之身，刀枪不入。还真是个不知死活的主。这一枪是为了我自己。早跟你说了会死的，偏不信。我说过，你早晚是我的女人。现在如何？陛下，此战斩敌1万，俘虏5万，缴获牛羊，辎重无数。好，哈哈哈，好啊！我大楚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大的胜仗。全赖陛下英明，派皇长孙迎战，这才大获全胜。对，多亏了风儿。风儿追击霍尔纳西和阿依娜，怎么还没回来？他不会被霍尔纳西给……不可能，他带着黑龙卫出去的。参见陛下，皇长孙呢？长孙殿下让我们先追击北莽，说他与王腾公子要先要臣等先行，让臣等便先去了。你竟把朕的好大孙弄丢了，该当何罪？臣有罪，请陛下降罪。父皇，儿臣听闻霍尔纳西早已修成金刚不坏之身，刀枪不入。风儿若真遇上，恐怕……难道朕的好汉孙真的……让父王失望了。霍尔纳西已经被你杀了。风儿，你可有受伤？皇爷爷，孙儿好得很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好大孙，文武双全。陛下，还有我呢。对对对，虎父无犬子。朕背后你养了个好儿子啊，能为陛下分忧是犬子的福分，能立下这等大功，还得多谢皇长孙提携。果然是北莽左贤王霍尔纳西，好，死得好啊！皇长孙竟然真的杀了霍尔纳西，此人金刚不坏，刀枪不入。皇长孙这一仗打得漂亮，这废物纨绔整日留恋烟花之地，竟然能杀死霍尔纳西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听说他早就练成金刚不坏之身，你是怎么杀死他的？这是个秘密，回头单独跟皇爷爷说。好，好，好。皇长孙立下颇天大功，陛下该论功行赏才是。
确实该论功行赏。风儿，即日起，朕封你为皇太孙。恭喜皇太孙，恭喜陛下！这逆子竟然真的成了皇太孙，终于成了皇太孙，下一步就是皇太子。皇太孙，他凭什么？你以为孤能坐上太子之位，只有这些手段吗？红莲，红莲教如今有多少人？回殿下40余万。很好，红莲教是时候举旗造反了。属下明白。外忧没了，还有内患。杨峰，等到红莲教造反，孤就举荐你去平反，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到时候，孤有1万种方法让你死。